想象你置身云贵深处的封闭村寨，今晚没有月光，广场中央燃起冲天篝火，跳跃的火光将周围村民脸庞映照出极度诡异感。火堆前，一个干瘦男人正在往脸上死死绑住一块面具，那面具青面獠牙，色彩斑斓，透着一股极度凶煞的戾气。当面具贴合皮肉的瞬间，他身体猛然抽搐，原本浑浊的眼神骤然变得无比凌厉，仿佛体内注入了某种恐怖力量。他抓起锋利钢刀，在火光中疯狂跳跃，动作扭曲却充满爆发力。周围村民吓得连连后退，随后全部虔诚地跪倒在地。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他竟抓起烧红木炭塞进嘴里咀嚼，赤脚踩在刀刃上，面具下的双眼竟看不到丝毫痛苦与恐惧。这绝不是魔术表演，而是中国大地上流传了数千年最古老最野蛮的降神仪式，被学术界称为戏剧活化石的傩戏。欢迎来到民俗解剖室，今天我们将拿起手术刀，切开那张诡异面具，深度解剖这群游走在人神鬼交界地带的猖狂神明。要解剖傩戏，我们必须回到3000年前的商周时期。在甲骨文里，傩这个字的形状就像是一个人戴着面具驱打异鬼。周礼记载，当时国家最高级别的驱鬼祭司叫做方相氏，他们身披黑色熊皮，头戴4只眼睛的黄金面具，极度威严。每当瘟疫横行，方相氏便会率领大军冲入宫廷，四处狂奔，砍杀空气中的看不见的恶鬼。这就是最早的国家级大傩仪式。但随着朝代更迭，这种皇家专属的神圣仪式逐渐流落民间，尤其在毒虫瘴气密布的西南深山，它开始野蛮生长，发生异变。在闭塞深山里，百姓面对死亡无能为力，正统神明太远，他们需要一种更直接更暴力的力量来保护自己活下去。于是民间傩戏应运而生，法坛上供奉的不再是慈眉善目的菩萨，而是一群青面獠牙、眼球暴突、满脸横肉的凶神恶煞。其中最让人胆寒的是一类极其特殊的神明。在法教和傩戏文化中，他们有一个充满暴力之气的名字，叫做昌神。昌神到底是什么？在道教典籍与民间传说中，昌神根本不是天庭册封的正神，而是古代战场上惨死的战士亡魂。他们带着极度的怨气和杀戮欲望，横死沙场，死后不入地府，不受管教，化作了游荡在荒山野岭、极具破坏力的凶恶阴兵。正因为他们足够凶狠，足够暴力，一些胆大包天的傩戏法师就想出了一个疯狂的办法，用血符和契约去收编他们。法师们通过极端仪式，将这群无主的暴力怨灵强行收押，为自己卖命。这就是民间极其恐怖的法术，名叫武昌兵马。回到现实中的傩戏广场，当法师戴上昌神面具的那一刻，在信徒眼里，他就已经不再是凡人，而是成了凶神的肉身容器。昌神极其嗜血，因此面具之下的人会做出生吞活击、痛饮滚烫、受血等极度狂躁的举动，这是为了安抚体内那个暴躁的战魂，用恶鬼去对付恶鬼。这就是傩戏的底层逻辑。村民们深信，只有请来比瘟疫更残暴的昌神，才能彻底镇住所有的灾祸。但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等价交换，你要借助恶魔的力量，就必须承受被反噬的巨大风险。很多傩师的下场往往极度悲惨。在云贵地区的傩坛上，面具绝对不是普通的道具，他们是用特殊的木材雕刻，必须经过极其繁琐且诡异的开光仪式。工匠在雕刻时必须净身吃素，甚至要将自己的中指血滴入木头深处，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面具本身就是活着的法器。没有做法的面具只是一块死木头，但一旦完成了名为装腻子的神秘仪式，这块冰冷的木头就长出了能够自主呼吸的灵魂。平时这些面具被死死封存在暗无天日的木箱里，任何人都不许随意触碰，尤其是女人和小孩，否则就会立刻惹祸上身。一旦到了做法的深夜，傩师打开木箱，点燃香烛，在缭绕的诡异烟雾中，那些木雕的狰狞表情仿佛会随着火光发生变化。戴上面具是神，摘下面具是人。这句话极其精准地概括了傩戏演员的心理状态。
面具成了彻底剥离人类理性的危险开关。当木雕死死扣在脸上的瞬间，人类的道德羞耻和痛苦感知被彻底切断，潜意识里最深层的暴虐和原始野性被完全释放。现代心理学将这种现象称为心理暗示下的极度解离状态，但对于偏远山村的底层百姓来说，这就是真真切切的神明附体。不仅是动作疯狂，傩戏的唱词也充满着血腥与霸气。他们绝不低三下四求神仙保佑，而是直接用极其粗鄙的语言命令鬼神：斩耳头喝耳血，将耳碎尸万段。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毒诅咒，就是昌神们最喜欢听的战歌。越残暴法力就越强悍，但昌神并不是那么好控制的。古籍记载，如果法师的道行不够，压不住这群煞星，就会引发极其可怕的阴兵兵马反噬。传说中失控的昌神会像脱缰的野狗一样反咬一口，轻则让法师精神失常变成疯子，重则直接让他七窍流血暴毙在法坛上。甚至在某些极端的地下黑暗教派里，为了喂饱这群贪婪嗜血的兵马，法师必须用活人的鲜血和寿命去进行残忍交易。那些因请昌神而家破人亡的民间传说，至今仍在西南大山里隐秘流传。这是一条游走在死亡边缘的黑色恐怖法术。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活人明知昌神极度危险，却还要冒着疯癫毙命的风险，将这些致命煞星请进自己的身体里？在天灾人祸横行的封建时代，底层百姓如荒草般命贱，官府不管他们死活，高高在上的正统佛道也无法立刻救命。面临瘟疫屠村或土匪屠杀时，温良恭俭让没有任何作用，他们只能幻想出一种比土匪更凶残、比瘟疫更狠毒的暴君神明。昌神其实是底层百姓内心压抑已久的暴力投影，他们把对残酷现实的愤怒与反抗全部倾注在这块狰狞的木头上。戴上面具，任人欺凌的懦弱农夫便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敢脚踩刀刃、生吞活血、藐视一切的疯狂无敌煞神。深夜篝火旁的血腥狂欢，本质上是底层弱者的心理自救，他们用集体的疯狂催眠去对抗现实世界中那巨大的恐惧。然而借来的力量终究是要还的。当狂欢结束，篝火熄灭，法师摘下沉重面具，他依然是那个佝偻的凡人。那扇被面具打开的黑暗之门，真能轻易关上吗？那些被法师召唤出的暴力战魂，真的会乖乖回到阴冷的地府之中吗？近百年来，随着文明冲击，真正的傩戏法师正在加速消亡。那些沾满历史血迹的老面具，被当成冰冷的古董到处贩卖。在城市的古玩市场里，不知情的买家把它们挂在光鲜亮丽的客厅墙上作为装饰，却根本不知道木头里封印着什么。午夜梦回时，若那空洞的木雕眼眶里再次射出嗜血目光，若那压抑千年的暴虐战魂在现代都市的钢筋水泥中苏醒，人类真做好准备面对亲手造就的怪物了吗？下一章我们将深入西南腹地，寻找最后一位活着的武昌兵马掌管者，切开他那被鬼神折磨了半辈子的残破肉体，探寻昌神反噬的终极恐怖。这里是民俗解剖室第1章，降神完毕。这座破败的土房里坐着方圆100里最后一位懂得驱使武昌兵马的法师，他那瞎掉的左眼正是当年被反噬的代价。法教有句行话叫昌神无主，这些战死怨灵毫无道德可言，如同嗜血野兽，只认血气绝不认人。想收编恶鬼，法师必须午夜开坛，咬破舌尖，将鲜血喷在写满符咒的黄纸上，以此作为与这群凶煞结盟的残酷定金。带血的符咒在半空诡异自然，化作阴冷的绿色火焰，这意味着地府昌神收下了阳间的买命钱，血气在这一瞬间正式生效。法坛供奉着无名黑木牌，血气一旦达成，法师便能调遣这些看不见的阴间刺客，去疯狂撕碎眼前的一切敌人。在律法南极的年代，傩师就是村落的终极武器。面对外族掠夺或械斗，法师只需念动咒语，便能放出兵马暗杀仇家。被诅咒的仇家会突然腹如刀绞，在地上绝望翻滚，最终吐出黑血暴毙而亡。在村民眼里，
这就是昌神所命的恐怖神迹。天下没有免费的恶鬼，昌神借你1分力量，就要吸走你10分阳气，这本就是一场极度不对等的灵魂交易，代价极其惨痛。若法师镇不住这群凶煞，反噬便会在深夜降临。没吃饱的阴间士兵会毫不犹豫调转枪头，疯狂啃食主人的血肉。遭遇反噬的法师下场极度悲惨，轻则精神彻底失常，沦为在泥地里吃狗食的疯子；重则七窍流血，在极度惊恐中暴毙而亡。民间将这种现象称为昌神收命，但在现代医学的显微镜下，这层神秘面纱被无情撕开，暴露出残酷的精神病理学真相。所谓的被恶鬼反噬，其实是法师在长期极端的心理暗示下，大脑神经彻底崩溃，从而引发了极其严重的重度精神分裂症。试想一下，一个人常年生活在阴暗封闭的环境中，每天面对青面獠牙的恐怖面具，耳边充斥着各种极其血腥恶毒的诅咒。为了让村民相信神迹，法师必须先进行深度的自我催眠，时间久了，潜意识里虚构出来的恶魔就会彻底吞噬他原本的理智。更可怕的是，某些传承要求法师长期禁食辟谷，大量饮用含有重金属朱砂的符水，这直接导致了极其严重的神经中毒。重金属中毒加上极度饥饿，会引发强烈的生理性幻觉。在法师扭曲的世界里，木雕面具真的化作了满屋索命的厉鬼。这就是昌神反噬的科学真相，并非地狱大门被打开，而是人类脆弱的神经系统在长期的自我摧残下彻底走向了崩溃。老法师瞎掉的左眼来源于年轻时精神失常的自残，如今疯狂褪去，留给他的只有残破肉体与被边缘化的无尽孤独。在古代宗族社会里，挪师地位极其尴尬，他们虽受敬畏，本质上却是被排斥的贱民，不能拥有土地，死后甚至不准葬入祖坟。用你时是斩妖除魔的神明，不用时就是带来晦气的灾星。法师就像夜壶一般，被残酷的宗族利益无情榨干后随手抛弃。这就是最荒诞的现实反差。那些号称能调遣阴间千军万马的通天法师，在现实中却往往连自己家人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当我们用社会学的手术刀切开武昌兵马内核，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神魔之意，而是一场底层互害的残酷生存游戏。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封建乡村，穷人为了争夺一口水井或半亩荒地，只能寄希望于恶毒法术，用看不见的鬼神去消灭竞争者。昌神只是底层恶念的具象化武器。今天你请阴兵杀我，明天我请更凶厉鬼杀你，冤冤相报永无休止，最终摧毁的是整个村落。统治阶级高高在上，冷眼旁观，蝼蚁在泥潭里用迷信互相撕咬。面具之下的所有暴虐，其实是对自身无能为力的终极悲鸣。随着现代文明与法律之光照进深山，这套依靠血气与恐吓维持的地下暗黑秩序，终于像见光死的吸血鬼一样土崩瓦解。生病了去医院打针，有纠纷去法院起诉。当生存不再需要向恶魔出卖灵魂时，昌神兵马就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恐惧土壤。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法教神器，如今被当成破铜烂铁论斤称卖。没有了信徒的恐惧滋养，神明便跌落神坛，重新变回了朽木。今天傩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请进博物馆，面具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在聚光灯下接受着现代文明的随意打量与审视。隔着防爆玻璃，游客们只看到色彩斑斓的艺术美感，却再也感受不到那木头纹理中所渗透的几千年绝望与刺骨阴寒。恶魔真被彻底关进历史玻璃柜里了吗？当我们自诩文明，傲慢嘲笑古人愚昧时，或许并未察觉到那极度隐秘的现实危险。人类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对未知的深深恐惧，以及面对生存压力时的暴力冲动，这些深植基因深处的东西从未消失。看看互联网上躲在匿名键盘背后的狂欢者，他们用恶毒语言疯狂撕咬同类，这与当年戴上面具的疯魔村夫有何区别？网络就是现代人的傩戏广场，匿名标志就是最新的昌神面具。一旦戴上它，现代人同样会瞬间切断枷锁，化身为嗜血厉鬼。在金钱利益压迫下，
所谓的文明素养薄如蝉翼，那个代表着极度贪婪的暴虐战魂，其实一直静静潜伏在每个现代人心底。只要压迫还在恐惧不灭，当未来社会秩序面临巨大考验时，谁敢保证被封印的野兽不会再次撕裂伪装疯狂的破土而出？讽刺的是，如今在某些极度隐秘的富豪圈里，养小鬼请阴兵的黑市依然猖獗。他们企图用巨额财富再次收买地府兵马，为了在商业帝国中绞杀对手，他们比古代农夫更加疯狂。只不过献祭的不再是公鸡血，而是无数底层打工人的血汗与前途。欲望无穷无尽，反噬终将降临。那些试图驾驭恶魔的资本巨鳄，最终必将沦为祭坛上最肥美的祭品，被彻底吞噬殆尽。这里是民俗解剖室，我们解剖神鬼怪谈，切开的是历史的陈年烂疮，看清的却是现实中血淋淋的人性法则。昌神从未远去。在接下来的第3章中，我们把目光从西南边陲转向都市，去深度解剖一种诞生于现代工业社会、更加隐秘致命的赛博巫术。当人工智能遇上八卦算命，当算法开始精准掌控你的命运，这被称为赛博算命的新型迷信，正疯狂掏空无数年轻人的灵魂。科学没能驱散愚昧，反而成了迷信最完美的包装盒。数字神明比木雕面具更冰冷高效，他们不再喝血，而是直接吸食数据。在深不见底的赛博深渊中，隐藏着怎样操控人心的算法面具。你每天顶礼膜拜的手机屏幕，会不会就是你亲手搭建的法坛？这是高科技时代的猎巫行动。当资本套上神明的算法外衣，其收割底层的残暴程度，将远超古代任何恶毒的武昌法师。扫码支付获取功德，充值会员祈求数字佛祖保佑。荒诞背后是一条隐秘却暴力的黑产，正向每一个焦虑者张开血盆大口。请紧握你仅剩的理智边缘。在接下来的解剖之旅中，我们将彻底揭开赛博心脏的伪装，直面资本与迷信结合的终极怪物。迷信从未消亡，它只是完成了极其精妙的系统升级。在这个全新的游戏规则里，你是法师还是那只被献祭的公鸡？要真正看清武昌兵马的恐怖全貌，我们必须挖出那个隐藏在西南10万大山深处、极其神秘的地下宗教梅山教。法师并非单打独斗，在古代，他们同属于一个庞大且严密的地下江湖组织。梅山教就是所有昌神法术的终极发源地。这个教派不修来世，不求长生，他们只研究最极端、最致命的杀人术和驱鬼法，完全是由底层边缘人组成的暗黑结社。梅山教将那些战死的孤魂野鬼，按照极其严密的军事编制，强行划分为东方青面昌、南方红面昌等5路大军。这不是零星的孤魂野鬼，而是一支拥有严密建制、渴望嗜血的地下军阀武装。每一路昌神都掌管着数以万计的阴兵。普通神明讲究慈悲度人，但这支地下军队只认血气和虎符。法师就是握着兵权的军阀，随时能发动一场阴间战争。梅山教的信徒多为猎户、屠夫和流民，这些常年在刀尖上舔血的底层人，天然带着一股对权威和生死的极度蔑视。当法师掌握了调动武昌兵马的权力，他就成了村落里拥有绝对生杀大权的黑暗统治者。甚至连地方村长都要下跪。但这群亡命之徒组成的教派内部等级极其残酷，想让信徒和昌神彻底臣服，法师必须经历一场泯灭人性的试炼。这就是中国民俗中最血腥的阅兵仪式——上刀山。法师必须赤脚踩着36把极其锋利的钢刀，一步一步爬上最高处。在村民看来，只有真正的神明附体，才能让肉体凡胎刀枪不入。如果法师被切断脚筋摔下刀山，那就是被昌神抛弃。但这真的是神迹吗？当我们拿起现代物理学的手术刀，就会发现这看似恐怖的法术背后，其实隐藏着受力面积的秘密。只要刀刃排列足够密集，法师踩上去时，脚掌绝对不发生横向滑动，自身重力就会被分散，从而无法割破厚厚的老茧。没有任何神明护体，这全靠法师从小经历极其残酷的肉体自虐。他们脚底的老茧早已像厚厚的牛皮一样失去了痛觉。
除了上刀山，还有更让人头皮发麻的下火海。法师光脚在近1000度的高温炭火上狂奔，周围空气都被烤得极度扭曲。这同样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物理学障眼法。木炭的热导率其实极低，只要脚步移动速度足够快，热量就来不及烫伤皮肤。上阵前，法师必须踩踏湿润泥土，脚底水分接触高温炭火瞬间气化，形成极其短暂的水蒸气保护膜，完美隔绝了致命高温。这需要极度心理素质与搏命训练。法师用血肉之躯在生死边缘疯狂试探，最终赢得底层百姓见鬼般的敬畏。当一个地下教派既掌握了暴力武装，又拥有了让百姓盲目崇拜的狂热信仰，它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封建官方的极度恐惧。在历代统治者眼中，这些戴着面具调动阴兵的法师根本不是什么神职人员，而是随时可能揭竿而起的危险反贼。明清2代，朝廷曾多次调集重兵深入西南，他们根本不听任何神仙鬼怪的解释，直接对梅山教展开了极其血腥的绞杀。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毁淫祠运动。官兵们疯狂砸毁神像，烧毁法坛。那些号称刀枪不入的法师，在朝廷火枪面前如草芥倒下。朝廷用最残暴的物理手段向底层百姓证明残酷真相。你信奉的昌神再凶狠，也绝对抵挡不住皇权暴力的无情碾压。带血头颅滚落泥潭，法师临死前甚至没能召唤出任何一路阴间兵马。所谓神明护体，在国家机器面前显得极其可笑。遭到毁灭性打击后，残存的法师只能将面具深埋地下，脱下法袍装作普通农夫。梅山教彻底转入极其隐秘的地下潜伏，信仰火种从未真正熄灭。只要底层百姓依然面临天灾人祸、死亡威胁，这种充满暴力的暗黑法术就永远有市场。朝代不断更迭，皇权几度崩塌，那股深植在穷山恶水间的野蛮生存哲学，却像寄生虫一样顽强地依附在民间血脉中。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军阀土匪横行，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再次唤醒了人们对暴力的狂热崇拜，武昌兵马重新死灰复燃。直到今天，这股极度阴寒的法教暗流依然以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潜伏在现代社会的偏远角落和某些地下黑市里。当我们把武昌兵马的皮肉彻底切开，露出的不仅是一堆封建糟粕枯骨，更是几千年来中国底层边缘社会残酷的抗争史。正统神明要求百姓忍耐顺从以求来世，底层草民连今天都活不下去，只能召唤出最恶毒的鬼神，与残酷现实拼死撕咬。昌神并不来自地狱，而是诞生于人类心中最极端的绝望与恐惧。这群疯狂的木头神明，就是古代穷人最悲愤的绝唱。回到破败茅草屋，瞎眼老法师轻轻抚摸着那块尚未完成的面具，他不是在雕刻神明，而是在缅怀自己被神欺骗的一生。当老法师亲手将面具扔进火盆，化为灰烬，一段被鲜血与迷信包裹的黑暗历史，终于在现代文明注视下画上沉重句号。人类战胜恐惧旅程远未结束，离开了西南大山的迷雾，我们将面临一种更加普遍、更加隐秘，也更加惊悚的民间丧葬习俗。欢迎来到下一章解剖现场，我们将视线从活人疯狂转向死人归宿，深度解剖中国最诡异的丧葬禁忌，那就是民间停灵。为什么人死后必须在家里停放3天甚至7天？长明灯一旦熄灭，真的会引来无法挽回的恐怖尸变起煞吗？无数怪谈警告活人，守灵必须防备猫狗，一旦黑猫跳过棺材，死人就会瞬间诈尸，直挺挺跳起来掐断活人的脖子。这究竟是迷信无稽之谈，还是基于尸体腐败特征产生的科学误判？我们将拿起法医手术刀，切开那层恐怖的停灵白布，探寻诈尸现象，揭秘死后肌肉痉挛与神经放电的生物学真相。你会发现，最恐怖的鬼神怪谈往往有着最硬核的科学解释。剥开恐惧外衣，停灵3天的本质其实是古代极度落后医疗条件下，为了防止假死活埋而设置的最后一道生命安全防线。当棺木被钉死，
假死活人在黑暗狭窄地下绝望苏醒，那种拼命抓挠棺材盖却无人听见的窒息感，才是真正的终极恐怖。更深层看，冗长守灵仪式和奢华葬礼，其实是宗族社会用来捆绑活人的一场大型服从性测试。死人成了活人的表演道具，生前不尽孝，死后瞎胡闹。解剖刀将刺破虚伪的宗族面具，直击停灵仪式背后极其丑陋的利益拉扯与人性的自私贪婪。从土葬到火葬，改变的不仅是尸体处理方式，更是人类面对死亡时从极度恐惧逐渐走向科学释然的艰难文明进化史。死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活人世界的所有贪嗔痴。在生与死最终交接仪式上，每一个繁琐规矩都暗藏着深刻社会隐喻。